眉毛越长，寿命越长吗？这些说法是正确的吗？首都医药大学教授、国家级名老中医黄宏谋说过，眉毛是健康的晴雨表。过去也把眉毛叫做保寿宫，而中医里面所说的望诊就有对眉毛的观察。一些疾病的病症可以通过眉毛的状况来反映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吉米，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眉毛的那些事儿。眉毛是健康的晴雨表。我们的眉毛其实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巴一样，都有它的作用，并不是可有可无的。准备刮眉毛的朋友一定要慎重考虑再决定。大多数人都知道睫毛会用来保护眼睛，其实眉毛也有同样保护眼睛的作用，只是相比睫毛来说更默默无闻一些。除了生理作用，眉毛也在医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中医认为五脏六腑的盛衰和病变都会通过经血、津液等介质表现于体表，所以中医就会通过观察病人的眉毛，可以辅助发现甚至诊断某些疾病。大家赶紧拿出镜子，跟着吉米一起来看看自己的眉毛吧。眉毛长意味着长寿吗？中医认为，眉毛浓密粗长与否与人的气血和肾气强弱有关。如果男人40岁，女人35岁之后，发现眉毛慢慢在变长，甚至出现了长寿眉，而且眉毛还没有脱落的情况，说明身体是维持在比较强盛的阶段。眉毛变得浓密是一件好事，可是如果是突然间长得浓密，就要小心了。尤其是年轻人，如果眉毛突然变长变浓密，可能是早衰的表现，那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。这里推荐合谷穴和内关穴，是人体自带的不老穴，只要有时间，随时随地的都能按。经常按压合谷能够提高人的免疫力，延缓衰老。将双指紧扣，按压合谷穴3到5次，对呵护心脏也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合谷穴，两指张开，以另一只手的拇指指尖合纹正对虎口指扑缘上，屈指拇指间所指之处有按压有明显酸胀感，就为此穴。内关穴从腕横纹向上3横指，在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的凹陷中按压有酸胀感处，就为此穴。按压这两个穴位要注意，这两个穴位都是顺时针按揉，速度不要太快，以穴位局部有酸胀感为佳。平时要调节好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多增加运动，每天健步走半小时以上，不能让机体一直处于空闲的状态，否则身体就会像零件一般，太久不用就会生锈。眉毛干枯说明肺在求救。大家现在可以伸手摸一摸自己的眉毛，看看它是柔顺的呢，还是干枯毛躁的呢？如果觉得自己的眉毛比较干枯的话，那是眉毛在提醒你，你的肺气不足，要快点补肾气。都说养肺等于养命，肺气不足的朋友可能会出现咳嗽、咳血、气短，有时候还会出现胸闷的情况。关于如何养肺，我们在其他视频当中已经介绍过不同的方法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去参考一下。但今天告诉大家一个超级简单的方法，那就是每天我们都在做的事情——大笑。咱们中医有长笑宣肺一说，大笑能使肺扩张，还可以清除呼吸道的浊气。人在开怀大笑时，可吸收更多的氧气，氧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，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活力。另外，养肺还可以多吃白色食物，比如银耳、百合、花生、白菜、萝卜、冬瓜、莲藕、山药等。眉毛脱落要注意命根子。中医认为，眉毛淡疏易落者多于气血衰弱。大家都知道，气血等于命根子，气血一虚，各种大病就来了。咱们身上有个穴位，既可以补气血，又可以调理眉毛的脱落，它就是人体最长的一条经络——膀胱经上的一个穴位，刚好也在眉毛上，蟾主穴。按揉方法也非常简单，双手大拇指抵住太阳穴，用食指按住两侧的蟾主穴，轻轻的旋转，按64次即可。平时也可以泡桂圆、百合枣仁茶喝，这是出自《金匮要略》的方子，有补血养气、清肝泻火、助眠安神、镇定除燥的作用。这里要特别提醒，麻风病的病变早期、斑秃患者、癌症、梅毒、严重贫血者都有可能会出现眉毛脱落的现象，所以如果发现自己的眉毛掉得比较严重，身体还有其他症状时，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。眉毛下垂，小心中风找上门。若是发现某一侧眉毛下垂严重，可能是该侧得了面部神经麻痹，使眉毛较低。出现了的话，要注意面瘫、中风的风险了，可千万不要大意。如果发现了这种迹象，
可以马上揉一揉听会穴，能把身上的气血引到面部。一旦气血充足，面部神经麻痹的问题可能也有所缓解。听会穴在耳前，手指置于耳屏的下方，下颌骨怀状突后缘，按压有一浅凹处，张口时该浅凹处深陷，即为此穴。有些朋友如果一直都是一侧的眉毛较高，也不用过于担心，可能是那一边的上眼睑下垂导致的，是正常的。所以这里吉米还整理出了3种眉病，放在了下面的图片里，大家可以自行的查看。最后，吉米还要提醒一下爱美的女性朋友，拔眉毛的习惯一定要改。拔眉毛会使皮肤和毛囊遭到破坏，长期如此，眉毛的生长就会变得不规则，而且拔完眉毛之后，细菌还可能会趁虚而入，这就带来了患继发性毛囊炎的风险。最重要的一点，长期拔眉毛会使眼睑周围的皮肤松弛，眼皮松弛老是睡，而且是不可逆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和分享，让更多人共享中医之美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